据央视财经报道，日本一著名温泉品牌一年只换2次水，温泉里军团菌超标了3700倍。按日本温泉市场的规定，温泉水至少1周就必须得换一次，但这家名为大丸别庄的温泉品牌却有它的独到之处。2019年开始，大丸别庄每年仅更换2次温泉水，日本温泉商家都倡导干净卫生，大丸别庄却另辟蹊径，一年只换2次水的温泉是干净又卫生。大丸别庄品牌有100年历史之久，自1865年创立，是日本温泉市场里著名100年老字号。他家的温泉水更是号称来自2日式温泉。2日式温泉在万叶时代就被日本人颂为最受欢迎的温泉，拥有1300年的历史，且临近太宰府天满宫。现在的2日式温泉仍然是日本一大旅游基地。日本温泉市场监察部门难道不管吗？大丸别庄地处的福冈县允许温泉旅馆进行自检，大丸别庄就要求过进行自检，但伪造了自检报告。直到在一次卫生突击检查中，大丸别庄的丑闻终被日本 CT 新闻曝光。紧接着，大丸别庄因丑闻的曝光被处以2000日元的罚款，折合人民币100元，但至今未停业整顿。其实，日本各行各业出现类似卫生问题已屡见不鲜。比如一名女子将餐厅里的酱油瓶出汁管插入鼻孔中，以及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口水寿司危机。一名17岁的男子在知名回转寿司连锁店寿司郎店内，将公用酱汁瓶的出汁管含入口中，而后更是将带有他唾液的水杯放回公用区域。离谱事一出整个寿司行业的市值也在1天之内蒸发了约168亿日元。日本天花板级别的温泉军团菌超标3700多倍，这有多可怕？历史上遭遇军团菌最惨重的事件是1976年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事件。这些从费城归来的退伍军人中出现了一种未曾发现的疾病，病人出现肺炎和41摄氏度高烧症状。由于病症首次大规模在退伍军人中流行，因此也被命名为退伍军人症。当时没有任何实验室能够查清病源，如同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一样，美国新闻媒体对其争相报道，甚至超过了美国建国200周年的热度。2022年9月3日，阿根廷卫生部发现了军团菌是导致此次不明肺炎的病原体。军团菌来自土壤和污水，可以由空气传播进入呼吸道。军团菌以肺部感染为主，其病症可分为军团菌肺炎，病死率在15%到30%之间。对于免疫力低下的患者，致死率有80%。又可分为庞蒂亚克热，患者出现流感感冒症状，虽然短期里可以治愈恢复，但仍旧可以让人受折磨一遭。此次大丸别庄的温泉中军团菌超标了3700倍，这意味着大丸别庄的温泉近乎与污水无异，客人极有可能患上庞蒂亚克热，免疫力不好的客人则可能丧命于此。温泉中不只存在军团菌一种细菌，还普遍可能存在多种细菌。据中国科学院发表的文章显示，全球温泉共有细菌55000多种，绝大多数细菌对人体是无害的，剩下的少数细菌也可以通过各种消毒杀菌方式有效去除，例如常见的化学杀菌法，用氯制品溶剂对水体进行杀菌消毒，将水体加热至至少70摄氏度。日本温泉旅馆正是普遍采用这2种杀菌消毒方法。就在大丸别庄事件曝光后，大丸别庄社长面对众媒体的采访，竟回答称不喜欢氯的味道。日本著名温泉一年只换2次水，细菌超标3700倍，前负责人因此自杀。日本位于富士山这座世界最大活火山下，诞生了享誉全球的温泉行业。不仅日本国内喜好泡温泉，各国到日本的游客也少不了温泉一日游。现存约有17000多处温泉，75000多家温泉旅馆的日本，靠着温泉行业带来的经济收益，支持着国家的发展。而当年著名的大丸别庄温泉被曝出一年只换2次水，军团菌超标3700多倍，无疑对整个日本温泉行业都带来了巨大冲击。日本在世人面前干净又卫生的形象荡然无存。就在丑闻曝光后的2023年3月2日，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，大丸别庄宣布前社长山田真引咎辞职。12日早上7点左右，警方确定山田真已身亡，且为自杀。
在山田真生前停于附近的车上，警方发现了他遗留下的字条，截取部分内容有：对不起，都是自己的不道德造成的，剩下的就拜托了。日本警方方面对此表示哀悼，基于对逝者的尊重，他们会继续调查山田真死亡的案件。山田真的死亡无疑是给日本温泉行业敲响了最大的警钟，那些未被曝光出来的品牌商家从此不得不负起责任来。毕竟日本作为全球最大的温泉之国，10万多处营业点的温泉行业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是不可动摇的，且秉持高尚的服务精神本就是品牌商家应该做到的事。维护好客人的信任才是品牌最重要的基石，保护好客人的人身安全更是商家必须履行的义务。即便经营中出现差错，负责任的态度和及时的整顿，公开也应当首当其冲，才不会将自己品牌与行业置于危险之中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